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爹爹，你流好多血！师傅说的是真的，姐姐被坏人欺负了。小姑娘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才不会认错，这是师傅给念念的，说拿着这个去找爹爹。你看，上面还刻了字。这是我10年前送给一位故人的东西，可是那个人在3年前就死了。这玉佩你从哪里得来的？还有你师傅究竟是谁？爹爹！师傅说了，这个能救命，爹爹快喝！念念这里还有丹丹。爹爹，念念找了你好久好久。师傅说你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城里，有好多坏人要害你。念念下山的时候，师傅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反正爹爹不许死。王爷，这孩子真是您的。3年前变成大火，我亲手收养了那个人的遗骨。可这块玉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小丫头手中？这字是我亲手刻上去的，绝不会认错。走，回京，去找那个不想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。你说什么？足300禁卫军，连一个中了石骨撒的半废之人都留不住。回太后，据前方传来的线报说，是蛇。突然树林里冒出来各种各样的蛇，多到完全数不清。蛇？一派胡言。他秦渊什么时候会驱蛇了？不是摄政王会驱蛇，而是他身边的一个小姑娘。那就传摄政王入宫请安，也让我见识见识这个能驱蛇的小姑娘。明日在贡茶里。奴才遵旨。爹爹，念念饿。等着。爹爹，念念想骑大花出去玩。不许在府里骑。大花，缩小。明日进宫面见太后，你带小姐先去休息。王爷，这孩子对外怎么说？本王的女儿安乐郡主。安乐，好听。师傅说念念的名字是爹爹取的。如果是女孩，就叫安乐，一辈子平安喜乐。念念，进宫之后不许乱跑，不许放蛇，不许吹笛笛，不许给人吃丹丹。念念知道了。爹爹，你看，大花也藏好了。把袖子放下来。摄政王这是哪儿来的孩子？臣的女儿安乐。哦，哀家怎么从未听说摄政王有了骨肉？这孩子的母亲是？太后不必过问。好，摄政王的家事哀家不多嘴。来，让哀家看看这孩子。过来，到皇祖母这里来。哼，爹爹，那个老奶奶身上好臭。不对，有药味，而且不是好药。爹爹，那个茶里面有毒。
太后今日这贡茶，臣就不喝，留着你自己喝吧。师傅说过，这颗叫真言丹，吃了的人会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。不过爹爹说了，不许给人吃丹丹。太后，你可要保重凤体。去查那个孩子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。太后，不好了！张院他在太医院里大喊大叫，说什么？他说今日那盏贡茶是太后命他亲手加了无色坠的。是太后命他亲手加了无色坠的。暗的不行，那就来明的。来人，你指。那老妖婆真是恨不得你今天就死。先是石骨散，再是无色坠，老子就该直接带兵进京，把那老妖婆……不急，不急个屁！我要是知道是这么个情况，今天回来必定带兵进京，把那老妖婆……爹爹，好吵！你什么时候？说来话长。爹爹，我能摸一下吗？这个叔叔身上没有毒。你是好人。清渊，这闺女我认了，谁敢动她一根头发，我陆征踏平她家门。她还没睡醒，那也认。那你就是念念的干爹爹了。说正事，太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今天张院的事闹开了，她丢了面子，下一步一定会更狠。她还能怎么的？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圣旨。奉太后懿旨，摄政王秦渊巡防归来，劳苦功高。近日京中传闻，摄政王携来路不明幼童入府，恐为敌国细作所遣，有碍国本，着令摄政王3日内将该幼童交宗人府审查来历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公公辛苦了。王爷，太后的意思也是为了王爷的清誉着想。本王知道了。好一个来路不明，好一个送交宗人府，那破地方进去了还能出来？他这是要拿孩子做筹码，逼你就范。爹爹，坏人又来了吗？没事。你骗人！爹爹这里皱皱的，师傅说皱皱的就是不开心。爹爹，念念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师傅说念念下山会遇到7个有缘人，黑熊叔叔是第1个，还有6个。师傅说7个有缘人凑齐了，就没有人能欺负念念，也没有人能欺负爹爹。王爷，王爷，怎么了？府门外来了个人，说是京城首富苏家的家主苏怀瑾。传闻此人从不与任何权贵来往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他来做什么？他说他3天前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骑着一条青色巨蟒的小姑娘，叫他干爹，然后他就来了。第2个来啦！摄政王冒昧来访，实在是……3天前的那个梦，梦里就是这张脸，粉团子一样的小脸，2个歪歪扭扭的丸子头，还有一双亮得不像话的眼睛。梦里那个小丫头骑在一条青色巨蟒身上，冲着我挥手，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：“干爹，你欠念念的糖葫芦，你来啦！”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。师傅说第2个有缘者有好多好多银子，脸白白的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就是你。你师傅还说什么了？师傅说你前世欠了念念300根糖葫芦。300根？所以你要当念念的干爹来还。我苏怀瑾还债，从来不只还本金。我身后地上的箱子是干爹的见面礼，以后缺什么直接跟干爹说。我练了15年的内功，卡在瓶颈上3年没动过的那层膜碎了，
就这么被一个3岁小丫头一巴掌拍碎的。师傅说，有缘人都要摸摸头，摸了就通了。姐姐，第2个好了，还有5个。王爷，房顶上有人！这人竟是杀手榜排名第1的无名，难道他是太后派来的？都到齐了。无名，限你3息时间离开秦王府，不然让你有来无回。聒噪！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让我有来无回吗？下来呀！你手上是不是有红绳绳？你好凶！我不是好人。是的，师傅说了，有红绳绳的都是好人。你是囡囡的第3个有缘人。有缘人是什么？就是要保护囡囡和爹爹的人呀。我从不保护人，我只杀人。这小丫头看我的眼神太过炙热，好像我不再是一个杀手，也不再是一个工具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被需要的人。真麻烦。我叫无名，杀手榜第1。从现在起，谁要动这个小丫头，我杀谁。太后刚下了懿旨，要在3日内把念念送去宗人府。宗人府那地方进去的人10个有8个出不来。太后这是，只要杀了太后，事情不就解决了？无名兄弟，太后死了，天下大乱，比现在更麻烦。哦，那就不杀。王爷可听说过医圣谷？我知道医圣谷，你继续说。医圣谷的验血术天下独一份，他们出具的血脉证连皇帝的圣旨都推不翻。但医圣谷已经20年不问世事，上一次有人请动谷主，还是先帝在位的时候。那找他们有什么用？陆将军别急，医圣谷不问世事是没错，但谷主有个弱点。什么弱点？他爱棋，爱到走火入魔那种。3年前他放出话来，说谁能赢他一局，他就替谁做一件事。3年了，没人赢过他。不过，我总觉得答案可能不在我的身上。医圣谷就在山顶。等一下，这个地方也不能硬闯，不然会被药阵困住。我闻到了，那棵树底下有迷烟草，吸了会睡觉的。那块石头后面有醉心花，闻了会走不动路。还有那里，那边也有，那个石头缝里。你能认出这些药？当然，念念的鼻子最灵了，什么药都闻得出来。那你能走过去？能，跟着念念走，踩念念踩过的地方就行。有人破了药阵。师傅，好像是个小孩儿。我们来下棋，你要下？他下。他几岁？30年了，来挑战我的人什么样的都有，有70岁的老头，12岁的神童，连瞎了眼睛的都有，3岁的小丫头还是。我嫣然。主随客便，你先。天元开局，最近5年，我一直在琢磨怎么破天元开局。一个3岁的孩子，第一手下在天元，巧合。30年的棋疯子，竟被一个3岁的孩子给拿捏了。下呀！我输了，你师父是谁？苏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师父叫什么？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你师父他还好吗？师父很好，但是师父说他不能下山。为什么不能下山？
师傅说他答应了一个人，要在山上等。等谁？等爹爹去找他。Check this out. Okay. 你们是来求血脉证的？是的。念念，我需要你一滴血。扎这个手指，师傅说这个指头最不疼。这是这个孩子确实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血脉纯正。这份血脉证一次3份，一份给你，一份留在医圣谷，一份我会让人送到大理特存档。多谢，摄政王，你这个女儿一定要好好待她。她师傅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她了。沈谷主，你认识她师傅？认识，但我不能说。王爷，3日之期已到，现在将安乐郡主交出来吧。赵守清，医圣谷已经30年没出手了，这可把一出去，医圣谷已经30年没存档了。赵少卿，按大燕律第37卷第2条，医圣谷出具的血脉证明等同录于铁证，任何衙门不得质疑，包括你们宗人府。赵少卿，孩子不用带走了吧？外面那辆马车是不是也可以拉回去了？哦，对了，赵少卿，我这里有一份宗人府的账目，去年宗人府修缮祠堂报了3万两银子，但实际花费只有8000两，剩下的2万2千两不知去了哪里。这是苏家商号的人帮忙查的，不花朝廷1文钱。赵少卿要不要解释一下？这件事是赵少卿回去跟太后说。不过本王建议赵少卿先把账目理清楚，万一有人捅到御史台去，痛快！区宗人府少卿不值一提，关键是后面那位。太后不会因为一张血脉证就收手，血脉证解决了明面上的问题，但暗地里太后的手段才刚刚开始。爹爹，坏人走了。走了？是念念赢了棋，坏人才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爹爹，念念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我的宝贝女儿能不厉害吗？那爹爹要奖励念念，念念要吃肉肉，大块的。大燕律第37卷12条，医圣谷出具的血脉证明等同于铁证，任何微臣也是没办法呀。30年不问世事的医圣谷，居然为了3岁的孩子下山。沈无觉也出面了，杀手榜第1的无名，就连镇国元帅陆征也都站在摄政王身边。一个3岁的孩子，骑蟒蛇、驱蛇群、食毒药、迎棋局，还能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拉到身边。太后圣明。去请贺先生来。太后，贺先生已经3年没有出手了，所以哀家让你去请，告诉他，这一次的目标不是秦渊，是那个孩子。大花，你怎么了？这个味道是迷药。叨叨叔叔，有坏人用了迷药。能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靠近王府，绝不可能是普通刺客。高手，对方的身法和我不相上下，短剑上的蓝光很可能是淬了毒。来者何人？来人！拦住他们！不对，他们不是来抓念念的。
而是来试探王府的防卫力量。你们保护好念念，我去追他们，不能让他们活着把王府的消息带回去。怎么就消失了？连气息都没留下，连我都追不上，他们的身手远超普通刺客。贺先生，这根羽毛是他的名帖，今晚的刺客是他派来的。来，赶紧服下这颗解毒丹。大花，你忍一忍。伤着没有？念念没事，大花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。大花没事，你给他吃了药，他会好的。爹爹，今晚坏人来了。在巷子里发现的，插在树上，像是故意留下的。他今晚不是来抓人的，而是来摸底的。3个人的身法都是1流以上的刺客，今晚他们并没有全力出手，都保留了实力。那接下来呢？摸完底，下一次就是来真的了。是，而且下次不会只来3个人。王爷，石骨散的毒还压在你的身体里，你现在估摸着还有70%内力。如果贺先生亲自出手，恐怕……传闻这位贺先生的武功深不可测，但具体有多深，没人知道，因为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死了。我们苏家的情报网查过这个人。查了3年，什么都查不到，没有来历，没有师承，没有过去，就好像这个人是凭空冒出来的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他跟太后的关系不是普通的主仆关系，太后对他的态度更像是合作者。难道我们就要坐以待毙了吗？加强府里的防卫，死士全部到位，沈家的护卫也调一批过来。从现在起，念念身边不能离人，念念交给我，我24小时守护。王爷，府门外又来人了。谁？说是翰林院的裴大人，裴行舟。他来干什么？他说他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骑着青色骏马的小姑娘，叫他干爹。又来了一个。第4个来啦！你长得跟师傅说的一样。瘦瘦的，高高的，眼睛下面有颗痣。你是念念呀，你是念念的第4个有缘人。你师傅让你来找我。师傅说我有7个有缘人，你是第4个。师傅说第4个有缘人的嘴特别厉害，说什么别人都得听，坏人听了会哭。我在翰林院做了3年冷板丹，3年里我写了27道折子，每一道都直指朝政弊端，每一道都被留中不发。我弹劾过贪官，揭露过冤案，替无数人说过话，但没有人替我说过一句话。如今一个3岁的小丫头站在我面前，说不要怕，念念。哇，红光！摄政王，我裴行舟这辈子不信鬼神，不信命数，但这根绳子一路拽着我走了半个京城，最终进了你的门，我想不通也解释不了。那你还来？来，是因为我虽然不信命，但我信自己的判断。我在翰林院3年，看得很清楚，太后把持朝政，外戚横行，6部里1半以上的人在替他办事，这朝堂再不有人站出来，就真的烂透了。那你以前站出来27回了，折子递上去全都留中不发，你不是照样坐冷板凳？韩将军说的对，折子写的再好，后面没有人就是废纸一张。但今天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我裴行优是1个人，今天我走进这扇门就不是1个人了。你要是认了这个干女儿，太后那边的人明天就会知道，你在朝堂上本来就不好过，这一步踏出去，可就没有回头路。摄政王，我在翰林院做了3年的冷半头，每天对着4面墙写没人看的折子，你觉得我现在的日子还能更差？这话说的在理，痛快。摄政王，据我所知，明天大朝会，太后会在朝堂上对你发难。进书房说，太后在朝会上至少安排了3个人出来弹劾你，罪名分别是私纳来路不明之人、结党营私和拥兵自重，3条罪名可真是一条比一条重。这3条罪名，第1条私纳来路不明之人，
已经被血脉症堵住了。第3条，拥兵自重是老生常谈了。太后年年拿这个说事，太后是拿不走兵权的。真正危险的是第2条，结党营私。怎么说？太后要是把苏怀瑾和无名跟王爷的关系摆到台面上，说你们私下勾结、暗中串联，这个罪名可不好洗。因为苏怀瑾确实是京城首富，无名也确实是杀手榜第1，这2个人跟摄政王搅在一起，怎么说都不好听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明天朝会上得有人先发制人，不能等他们弹劾完了再变，那就被动了。得在他们开口之前，先把水搅浑。又是做梦的。摄政王，我师父是沈无教，这是他给你的信。师父让我转告你，药给了你就是给了，不用还。但洗髓丹的炼制不能马虎，8味药材的配比、火候、时辰都有讲究，炼废了就没有第2份了。此女名柳如烟，是我关门弟子，她修习医术12年，擅长毒理与药理，借持骨散的药材，千年冰锥与凤尾琛我已备好，由她带来后亲自炼药。还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。有了这洗髓丹，你的内力就能完全恢复了。炼药需要3天3夜，期间不能断火，不能受干扰。我需要一间密室，一座药炉，还有安静。柳小姐，本王现在要去上朝，我先让管家带你去暗室，并让无名替你护法，你只管安心炼制洗髓丹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，臣弹劾摄政王私纳来路不明之女入府，封为郡主，实为。陛下，裴侍读，本官尚未说完。李大人不必说完了，因为臣也有本要奏，臣要弹劾李汉大人。裴侍读，你在翰林院坐了3年冷板凳，是太久没得到关注，所以跑到大朝会上来找存在感吗？永和10年秋，曹粮入京42万担，户部造册只记了36万。李大人，这6万担曹粮去哪儿了？我手里拿着的是运曹粮的船行留底账本，船行的当家去年死了，他儿子把底账交给了我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6万张曹粮在通州码头就被人劫走了，经手人是户部管漕运的书办张德，签字画押的人是你李汉。一派胡言！你一个翰林院的侍读，哪来的账本？谁知道是不是伪造的？李大人要是觉得账本有假，可以传那个书办张德上堂对质。不过我得提醒李大人，张德3个月前突然就告老还乡了，走的时候带着全家上下32口人连夜出城，而且走的还是南门。南门守卫的当值记录我也带了，上面记着张德那天出城随行马车里12口箱子。李大人，你觉得那12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第2件事，兵部方平。永和9年冬，北境的驻军报了一场小规模胜仗，歼敌300，方大人却把这场仗写成了大捷，上报朝廷的军功簿上赫然写着歼敌1200。方大人，你知道那300人里有多少是真正的敌兵吗？173个，剩下的是附近的猎户和流民。你为了凑军功，把猎户和流民的头也算进去了。第3件事，大理寺少卿周廷玉。永和8年至永和10年，你手里经过的案子一共47件，其中有3件让你给判成冤案。洛城商人钱桥被乌商官银满门抄斩，事后查明却是诬告。清河县农户孙大牛被判杀人，但凶器上的指纹对不上。还有京城绣妇掌柜的林氏被判私通外敌，他连大字都不认识一个。你告诉我，他是怎么给外敌写密信的？这是这3户人家的遗孤写的血书，我替他们带上来了。周大人，你要不要看看？陛下，臣请旨彻查以上3案，臣手中的证据随时可供大理寺、刑部、御史台3司会陈。皇祖母，既然柳侍读有证据在手，那便一律彻查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退朝。太后，那个裴行幽要不要让他消失？不急，一个翰林院的侍读而已，那些证据从哪儿来的？一个坐冷板凳的从五品小官，怎么会有漕运的底账和军工部的详细数目？传我的话，让贺先生今夜来见我。爹爹，赢了没有？你的会说话叔叔很能打。那当然，师傅说的话从来不会错。干得不错。我安排在朝堂上的眼线说了，李汉出殿门的时候脸都绿了。你这嘴确实比刀好使。
朝堂上虽然赢了一局，但贺先生这张牌还没彻底出现，那才是真正的杀招。这不是迷药，是有人在用散魂香。这种香无色无味，随风扩散，闻多了人会昏迷。多久？最多1刻钟。府里的普通护卫和下人全会倒下。丹炉呢？不能断火，我已经把暗室的通风口堵住了，但我不能离开。陆征，把所有人集中到前院，用湿布捂住口鼻。是。裴行舟，你带念念进书房，把门锁上。无名，你上屋顶，看清来了多少人。来了。拦住他们！来人！又是贺先生的人，这次来了20个，下次呢40个、80个，难道我们一直要这样坐以待毙吗？摄政王，我的人刚传消息过来，贺先生今晚没有出手，20个一流高手不过是他派来的棋子，他本来还没动。成了，细碎丹成了，丹成了。服下后需运功12个时辰，期间绝不能被打断。持骨散的毒会随汗液排出，经脉修复后内力尽复，甚至可能有所突破。你确定只要12个时辰？哼，我师父的药方加上我的手艺，你还能不信？我信你师父。会说话的叔叔，爹爹在里面做什么？吃药，吃了药就能变得更厉害。不愧是洗髓丹，不仅内力尽复，经脉竟比以前更加通畅，运转速度也更快了。你现在比以前更好。爹爹身上臭臭的味道没有啦？没有了。那爹爹变厉害了吗？变厉害了。比坏人厉害？比坏人厉害。嘿嘿，以你现在露出的气息来看，我可能打不过你了。这下可以跟贺先生好好过过招了。蚀骨散的毒被清了。是，据探子回报，摄政王昨日运功12个时辰后，气息大涨。今晨在前院练了一套拳，生生打断了2棵桂花树的树干。这蚀骨散，我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弄到手？
当年为了废掉秦渊，我命人将毒淬在箭头上，让300禁卫军埋伏在他从北境回城的路上。我如此大费周章，结果他不仅没废，反而比以前更强了。贺先生怎么说？贺先生说，那个孩子身上的东西比他预想的要复杂，贸然动手可能会出问题。观察什么？贺先生没有细说，只说那个孩子体内有一股力量，跟他见过的任何内力都不一样。他要确认那股力量的来源，才能决定用什么方式。我不要他确认，我需要他把那个孩子带到我面前，活的。那个孩子的生母是苏婉，是3年前我让贺先生去暗杀苏婉，火是他放的。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人死了，骨灰都烧成了渣，他骗了我3年。裴行牛的嘴巴太厉害，武力也拿不下。摄政王的内力恢复了，身边又冒出来那么多高手，正面硬碰硬，赢不了。既然正面不行，那就走别的路。皇帝亲政，摄政王的权力就要交出来，这是祖制。但陛下才11岁，按规矩是14岁亲政，可是3年的时间太久了。嬷嬷，让人去跟礼部的人说一声，明天先上一道折子，就说皇帝天子聪慧，应当早日亲诏，先试探一下朝中的反应。摄政王，你要是同意了，权力就要交出来。只要交了权力，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但要是你不同意，那可就坐实了练权不放、欺主专政的名头。到时候看天下的人怎么说你。爹爹，念念今天可以吃糖葫芦吗？你昨天吃过了。那前天的不算，前天那根被会说话的叔叔吃了一半。摄政王，洛城来信了。太后派人去洛城，把我的副将收买了。他现在已经是太后的人了。3000旌旗是我们最大的赌牌之一，如果副将被收买了，那这3000旌旗的调度很有可能出现问题。人可以换，但我现在不能离开京城，一离开，王府这边不用你回去，派个信得过的人过去处理。参将天柱，他跟了我12年，他娘都认我当干儿子了，绝对没问题。那就让赵天柱去。臣观陛下临朝幼以来，天纵睿知，圣学日新，身居九空而心系万民。陛下读书过目成诵，明理通达，临事沉静有度，举止端庄，颇有先帝当年英明天祚之姿。自古明君或有早慧，或有仁德，或有雄略，三者陈者寥寥无几。陛下三者兼备，创于圣明君主，壮今天下承平，百姓乐业，皆赖陛下庇佑。陛下年已11，心智早成，志识远超同辈，足堪亲理万机，统御百官。小皇帝从未读孙文定，为了权，这些人还真是什么胡话都敢说。臣冒死上言，恭请陛下顺应天心，服从民意，提前亲政，总揽朝纲，亲临万机，以为天下臣民之望，以安大燕社稷之福。泪水落在你的脸上，让我的肺变得苍味。你回应时的到位，你背了前世的侧脸，逐渐占领我的思绪，慢慢分裂崩碎在每个角落，对自己说。臣观陛下临朝幼以来，天纵睿知，圣学日新，身居九空而心系万民。陛下读书过目成诵，明理通达，临事沉静有度，举止端庄，颇有先帝当年英明天祚之姿。自古明君或有早慧，或有仁德，或有雄略，三者陈者寥寥无几。陛下三者兼备，创于圣明君主，壮今天下承平，百姓乐业，皆赖陛下庇佑。陛下年已11，心智早成，志识远超同辈，足堪亲理万机，统御百官。小皇帝从未读孙文定，为了权，这些人还真是什么胡话都敢说。臣冒死上言，恭请陛下顺应天心，服从民意，提前亲政，总揽朝纲，亲临万机，以为天下臣民之望，以安大燕社稷之福。Ladies on the floor, yeah, holla. If you came to take that.
折子留中不发，下次再议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悟辰，从白马寺来，求见摄政王。你找我什么事？3天前，贫僧在寺庙中打坐，此绳从佛像手中飞出，缠在贫僧的手腕上。贫僧参了3天禅，得了一个指引，有一个孩子在等我。你的武功不低，出家人不打诳言。贫僧幼年习武，后出家修行，内外兼修。内外兼修到什么程度？挡得住普通高手。我能感觉到他体内的气息，沉稳深厚，绵绵不绝，绝不是挡得住普通高手那么简单。跟我回去。为什么不让他上马车？悟辰说挡得住普通高手，其实是谦虚的说法。摄政王这样做是为了试探他的真实实力。你们文人就是弯弯绕绕多，不像我们武将。你跑得比马还快。念念，你的头上没有头发。因为贫僧是和尚。和尚是什么？出家修行的人。修行是什么？就是每天念经、打坐、参禅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师傅也打坐，但不念经。不过，师傅打坐的时候会偷偷哭。你是第6个。第6个来了，还差1个。你是哪个寺的？白马寺。以后你就住东厢房。好。这拳看似每一招都不紧不慢，实则那些慢悠悠的招式里藏着杀招，每一招的落点都精准到毫厘。如果换成快速出拳，这套拳能在3招之内打穿一个一流高手的防御。不是白马寺的路途，我知道，这是内部的拳法。什么内部的拳法？我怎么没见过？你没见过，是因为这套拳在20年前就失传了。当年教这套拳的人，只教过1个人。谁？这个和尚的来历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，但是他手里有红绳，念念认得。你那套拳不是白马寺的。摄政王好眼力。我不光眼力好，这套拳叫破阵13式。20年前他只教过1个徒弟，那个徒弟后来战死在玉门关。玉门关那一仗，我老子跟我提过，一个16岁的少年兵以1当百，硬生生拖住了敌军先锋营半个时辰，给大部队争取了撤退的时间。后来敌军退了，战场上找到的全是碎甲和血泥，人没了。那个少年兵叫什么？他叫陈七。他没有死，而是被敌军俘虏了，关了3年，逃出来的时候半条命都没了。他不想回去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1次。他流浪了很多年，杀过人，也救过人，最后走进了白马寺。方丈收留了他，给了他一个法号悟辰。是，你在白马寺待了多少年？12年。方丈知道你的来历吗？知道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但佛也有怒眼金刚。昨天你那套拳只打了3成力，摄政王真的好眼力。10成力怎么样？贫僧也不知道，出家后只打过3成。为什么？因为3成就够了。够干什么？够杀人。你教我念经吧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瓜阿弥陀佛。南瓜阿弥陀佛。噼巴拉米利撒拉红。哼，这是玉蛇咒，师傅教的。你每天都把师傅挂在嘴巴。话说，你师傅到底长什么样啊？这是师傅呀，
师傅说，等坏人都没有了，爹爹就能来山上找师傅，然后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。爹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再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白马寺那个和尚查清楚了吗？查了，法号悟辰，12年前入寺，方丈亲自剃图，但在这之前的来历查不到，像是凭空出现的。我今年53，掌权12年，12年来我一步步把赵家的人塞进六部，塞进禁军，塞进宗人府，塞进后宫，整个大燕除了秦渊和他手底下那点人，几乎都在我手心里。可就这么一个小丫头，骑着一条蛇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把我12年的布局一一搅乱。贺先生怎么说？贺先生说，那孩子身上的封印至少要7天才能看清，让太后再等等。他让我等了3年。3年前他说苏婉已死，如今苏不仅还活着，还生了个孩子送到秦渊手边。他骗了我3年，现在还要我等。传话给孙文定，让他明天把那道折子再递一次。另外，让赵瑜去一趟南边。南方呀，如今太师空缺，太保真又是秦渊的人，那就只有搞变太傅了。还有，派人去看着皇帝。皇帝？这孩子最近太安静了，安静的不像一个11岁的孩子。孙文定今天又上折子了，要求皇帝提前亲政，还是私人联名写的，折子上还提了迎回太傅的事儿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了？就这，太傅张清远跟太后的关系？张清远不会帮太后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先帝在位时，张清远是太子太傅，我爹是太子太保，2个人搭档了15年，感情比亲兄弟还深。张清远2年前称病去南方，不是真病，是我让他去的。你让他去的？2年前太后第一次试探亲政的路子，我就预判到了这一步。3师联名缺一不可，太保是你，太师空缺，太傅是关键。张清远留在京城，太后早晚会对他下手，所以我让他去南方，一来避开太后的视线，二来等太后主动去请他回来。爹爹最聪明了。你这个人啊，白着急了。太傅的事能拖住太后一阵子，可贺先生的事拖不了。洗髓丹吃了几天了？第4天。我的功力虽然恢复到巅峰之上，但与贺先生交过手的人都死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实力有多厉害。师傅说过一句话，师傅说最厉害的坏人打不过最多的好人，所以要凑够7个呀，7个好人一起上，坏人就打不过了。念念说的对，7个一起上。可第7个还没来。第7个人在一个高高的地方。多高？比房子还高，比山还高。陛下，蚊子咬了一口。前几天这根红绳忽然就飞到我的手腕间，梦里一个小丫头坐在一条巨大无比的蟒蛇头上。快来呀，就差你了，你是第7个哦。西南方，西南方是摄政王府。太后说摄政王是权臣，迟早要篡位。可3年前我烧了3天3夜，太医院的人束手无策。但太后急的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她垂帘听政需要一个活着的。那3天里，每天晚上来看我的人是摄政王。皇叔，臣在，别怕。那是我唯一一次感觉到有人真的在乎我。程昭，最近功课如何？回祖母，尚可。你听说了吗？摄政王府最近来了不少人。听说了一些。你怎么看？孙儿不敢妄议。不是妄议，是皇祖母问你的意见。你是皇帝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。孙儿觉得摄政王忠心为国，应该不会做不利于朝廷的事。这回答不偏不倚。祖母，孙儿还有些功课没做完，就先告退了。去吧。福子，我去御花园的凉亭坐坐。是。你去御膳房拿点点心。谁？
陛下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了？李福那小子呢？我让李福去拿点心了。那小子就知道吃。王叔，你信不信命？信，种花就是信命。种子种下去能不能活，看天；浇多少水，施多少肥，全看老天爷的脸色。那你信不信一个人的命是被安排好的？陛下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老奴不懂什么命不命的，但老奴知道一件事儿：花要是种在不对的地方，给再多水也白搭，得给它挪个窝。陛下，起风了。福子，陛下，从我登基那天起，你就在我的身边。太后在我身边安插了很多人，只有你李福不是太后的人，而是父皇留给我的。我问你一件事，奴才从不敢窃据。你得说实话，你知不知道怎么出宫？陛下，你……我不是要跑，只是想出去看看。先帝在位时曾让奴才记住一条路，先帝说，如果有一天程昭需要出去，就走那条路。先帝说，只要程昭觉得应该出去，就出去，别问别人，问自己。那条路在哪里？御花园西半边，枯井。整个御花园我能活动的范围只有东半边，西半边太后不让我去，她说那边有口枯井不安全。原来枯井不是枯井，而是一条密道。没有宫墙了。你手上有红绳。陈秦渊叩见陛下。皇叔，你快起来！陛下怎么出宫了？这个东西拽我来的。陛下先进屋说话。谁呀？你来啦！你是最后一个。你就是那个骑蟒蛇的小丫头。我叫安乐，爹爹给我取的名字。安乐。7个了，你叫什么呀？念念，他是皇帝。皇帝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人。哦，那你比爹爹还大。算是吧。走走走，进去坐。外面这么冷，你穿的太少了。陛下。皇叔，我穿着太监服不是皇帝，你别叫陛下了。你永远是皇帝。那我叫你皇叔，你叫我程昭，可以吗？行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父皇离世前告诉了李福一条出宫的路。先帝跟你说过摄政王府吗？没有直接说过，但皇驾崩前一天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和有事找皇叔，他不会害你。太后不让我见你，每次见面都是我坐在龙椅上，你站在下面，我们中间隔着整个大殿。程昭，我知道。3年前我发烧，你来看我，给我擦额头，你已握了我的手了。其实我醒了，我记了3年。程昭哥哥好暖啊。他信你。需要我怎么做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回宫去，继续当你的皇帝。太后面前该听话就听话，该点头就点头。可是你在最大的武器就是太后以为你是她的棋子，一旦她知道你来过这里，你的日子将不再安稳。但有一件事，你得帮我。什么事儿？太后身边最近有出现什么陌生人吗？今天我去见太后的时候，感觉屏风后面有人，那个人气息很重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那个人也许就是贺先生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注意贺先生什么时候离开皇宫。他在皇宫里，我们就安全。他只要出宫，就说明要动手了。我怎么告诉你？密道，李福走密道送信，我会让苏怀瑾的人在出口接应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让无名送你回去。真言丹吃了就只能说真话，给坏人吃的。7个人齐了，陆征武将，苏怀瑾首富，无名杀手，裴行舟文官，柳如烟医者，雾尘和尚，程昭皇帝。这7个人集武力、财力、暗杀、朝政、医术、佛门、皇权。苏安，你到底在下一盘多大的棋？赶紧走，去密道传信，说贺先生不在宫中，而且太后刚刚提到3天后王府。是。贺先生出宫了，赶紧来一天天的提心吊胆。太后给了贺先生3天时间，3天之内他必会对王府动手。让他来，我在屋顶等他。你打不过他，贫僧可以一试。你
破阵13式是中搏命拳法，专为以弱胜强所创。贫僧虽然12年未用全力，但这套拳的精髓在于，只要身后有要保护的人，就打得出来。你一个人不够，贺先生的功力在我之上。我们换个思路，贺先生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念念，对，是念念。他上次派人来试探，发现念念能吹骨笛召唤蛇和蝎子，身边还有我们这些人。他如果直接硬碰硬，就算赢了，代价也不会小。所以他不会正面强攻。那他会怎么做？他会引蛇出洞。那我们不出去？不出去。如果他放火烧苏家商号呢？那如果他在洛城对你那3000京剧下手呢？如果他在朝堂上制造一个你不得不进宫面圣的理由呢？他有太后的资源，想制造什么理由都行。所以关键在于，在贺先生动手之前，先找到他在哪里。怎么找？他能找到。念念，你能闻出贺先生的味道吗？什么味道？上次他派人来的时候，那些人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？有一股凉凉的味道，像冰块里面泡了草药，很淡，一般人闻不到，但是念念能闻到，因为师傅教过奶奶认这种药。什么药？寒雨伞。师傅说这种药涂在身上能遮住体温和气息，让人变成隐形人。但是有一个缺点，涂了寒雨伞的人在3丈之内能被闻出来，因为药里面有一味冰舍，冰舍的味道是盖不住的哦。3丈以内，如果贺先生在3丈范围内，不管念念能不能闻到，都已经危险了。我有引导药箱，它可以把冰沫的味道放大，让探测范围从3丈扩大到30丈。念念只需要待在府中，只要贺先生靠近王府30丈以内，他就能感知到。真的？冰穴的克星是暖阳草，两者混合后气味会加强10倍。那你去把引导箱拿出来，我们试一试。耀耀姐姐，我陪你。好。无名，这就是引导箱，你可以让人把引导箱涂抹在身上，只要在30丈之内，念念就能知道它在哪里。你到离摄政王府30丈的距离后，把这里面的引导香撒在周围。你能感觉到无名在哪个方向吗？西南方向30丈以内。真怪，你的人太后不知道，现在立刻散出去，留意京城内大小事情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不许出府，等贺先生来。大师，你那套拳准备打几成力？10成。还有1天，这贺先生怎么还不来？没有味道。禁军换防了，由赵谦亲自带队，300禁军从东华门移驻到了宣武门，而宣武门离摄政王府最近。京城4面城门全部关闭了，理由是排查流寇。他居然把整个京城都封了。他不是封城，是在断我们的退路。城门一关，陆征的3000精骑进不来，苏怀林的商队出不去，那么消息也就传不出去。贺先生在城里动手，就没有人会知道。那怎么办？等，他会来的。今天太阳落山之前，他一定会来。爹爹，有味道了。在哪个方向？北边，圆圆的，但是在靠近。所有人到位。贫僧陈曦在此候着。他在围墙外消失了。他把寒雨伞的药力激发了，整个人的气息完全收敛了起来。他进来了。贺先生，12年了，摄政王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15岁的少年。那年你在城边跟一个姑娘许了一块玉佩，所以你放了那把火。那把火本来可以烧死他，但他命大跑了。我找了他3年，直到半个月前，他的孩子下山了。你想对他做什么？不是我想，是有些东西不该留在这个世上。那个孩子体内封着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，他的母亲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我师父死之前把毕生修为封在了一条血脉里，那条血脉传了2代，现在在你女儿体内封着。这是3成功力，还是10成？这才第1拳啊！破阵13式，你是陈曦。
我也得打。这是第7式，这一式不是用拳，而是用整个身体。第7式，我已经20年没见过有人打出第7式了，但你也只能到这里了。他这是缩地成寸，能够把3丈的距离缩成1步。武尘，你确实变强了，但还不够。秦渊的出手。你的眼睛好难过，你不是坏人，你的眼睛里有哭过的痕迹。师傅说过，真正的坏人是不会哭的。你师傅还说了什么？师傅说有一个人教过他很多东西，但那个人后来不在了。师傅说那个人很厉害，但是很孤独。师傅说过，前7式是拳，第8式就不是拳了，是命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先帝还是太子时，他就在太子身边，他是太子最信任的人，因为他替太子挡过7次暗杀，身上的伤疤比衣服上的补丁还要多。太子登基后他就消失了，因为先帝说他死了。于是赢。先帝让我保护太后。先帝驾崩前3天，他说太后性子急，心思深，但不是坏人，怕秦家的权太大，怕赵教家被田家踩在脚大，不认他这个祖母。现在他身边，我留在他看着他，别让他做出不可挽回的事。你管这叫保护？他派300禁军围杀摄政王，贡茶里下毒，还要抢走念念。你到底是在替先帝看着他，还是在帮他？知道，我看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我劝过他，那3年前的那把火呢？你亲手放的火。苏安身上有一股力量，跟他自己玩，是他血脉里天生。那股力量如果被人利用，会引来无数人争夺。我以为烧死他是最好的办法，一了百了。你就是那个让师傅很害怕的人。他怕我。师傅说山下有一个人一直在找我们，找到了就完了。但是师傅也说过，那个人以前是好人，只是后来变了。师说他变了是因为太难过了，难过久了就分不清对错了。先帝让你保护太后，是，但先帝也让我辅佐皇帝。太后要杀他亲手制定的辅政大臣，要抢一个3岁的孩子当人质，要逼皇帝提前亲政。如果先帝看到今天这个结局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你替先帝看着太后，是为了不让他做出不可挽回的事，但他已经做了，你没有拦。你别打了，你打不过我爹爹，加上光头叔叔，加上杀人叔叔，加上黑熊叔叔，你一个人打不过这么多人。这个孩子体内封着我师父一生的修为，我找了3年想毁掉的东西，现在就站在我面前，可他却拽着我的洗脚，叫我别打了。师父很好，但师父很想爹爹。我不打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做我该做的事。他走了，走了，他还会回来吗？他会回来的，因为他还没哭完。跟丢了，跟丢了就算了，也不用追。你是不是也认出了？赢。先帝的隐晦统领对外宣称死了20年，先帝让他留在太后身边盯着，他却帮太后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他这到底是听令还是背叛？到底是什么事情，值得让赢20年后再去做？秦渊，贺先生，不应该说是赢。他既然走了，那太后那边就少了一张最大的底牌。咱们是不是可以？不急，赢走了不代表太后没牌。他经营朝堂12年，禁军6部宗人府都有他的人，赢只是武力上的底牌。我连一招都没接住，就被赢给点了穴位。吵架叔叔不用难过，吵架叔叔会吵架就行了。念念呢？在隔壁睡觉，你不要命了？赶紧躺下休息吧。你的经脉都断了9条，我也只接回来5条，剩下的4条要靠你自身慢慢恢复。至于右手以后能不能握拳，我不能保证。右手握不了，
那就用左手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差点死了？知道。你都知道，为什么你还要动手？柳姑娘，我16岁在玉门关被俘虏的时候，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被关了整整3年，直到有一天我逃出来，以为自己又要死了。后来在白马寺念了12年经，也没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。今天我算是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？身后要保护的人，就不用想为什么活着了。20个一流高手，前天派出去围攻摄政王府没能得手，昨晚贺先生亲自出手，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，要么他得手了，要么……太后，城南暗桩传信，昨夜摄政王府确实是有打斗声，但打斗声停止没多久，就有人看见贺先生从南门城墙翻出京城，往南去了。往南？他没回宫。他这肯定是跑了。贺先生替哀家做了12年的事，如果他把那些事都告诉给秦渊，不，他肯定不会。先帝给他的命令是看着哀家，而不是去帮秦渊。他要是想帮，早在12年前就帮了。没有贺先生之后，还拿什么去压秦渊？既然武力上赢不了秦渊，那就不打了。朝堂才是哀家的地盘，让内侍总管来见我。是。奴婢参加太后。哀家现在有3件事要你去做。第一，给礼部侍郎孙文定传话，让他继续递折子，请皇帝提前亲政。这次不要4个人联名，要12个人。第二，传信给南边的赵玉，不用再找太傅张清远了，直接找当地府台，以朝廷名义强制召回。第三，安排人把消息放出去，摄政王府中窝藏杀手榜第1的刺客，来历不明的和尚，还有一个与蟒蛇为伴的3岁女童。摄长府就是一个江湖窝点，他有对朝廷图谋不轨的想法。前2条走朝堂，第3条走民间。就算秦渊再厉害，也得在乎自己的名声。百姓的嘴堵不住，读书人的笔更堵不住。奴才这就去办。颖啊颖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今天上午，太后的人开始在京城茶楼酒肆散布流言，说摄政王府里住着一窝子江湖人，有杀手、和尚，还有大蛇。这一切目的不纯，是为了养私兵，还真是一招更比一招损啊！老百姓可不懂朝堂里那套弯弯绕绕，但只要听到杀手、巨蟒这些词就会信。流言这种东西，越解释越作实。你说无名不是坏人，谁信？你说那条巨蟒没咬过人，谁信？让他说，流言的命门在源头。他散布流言用的是茶楼和酒肆，而这2个地方来往最多的是什么人？商人和书生。商人听你苏怀瑾的。对啊，京城8成的茶楼酒肆所用的茶叶酒水都是我苏家商号供的货，我让他们不传，他们敢传？书生听谁的？听翰林院的。我虽然坐了3年冷板凳，但翰林院的年轻树叔叔有一半是我带过的学生，他们写的文章编地报，在京城读书人圈子里影响不小。那你今天就写一篇文章，不提太后，不提摄政王府，只写3年间边城大火烧死了多少百姓，写尸骨伞是怎么被人当作暗器使用的，写无色坠种协作的。不写是谁做的，只写事实，让加工的人自己想。对，太后想打舆论战，我奉陪到底。可是这舆论只能拖一时，但那12人联名的折子要是上了朝会，你怎么挡？挡不住，我一个人不可能驳回12个人。那怎么办？让他们提。什么？让他们提，提了才有人看折子。只要看了折子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：这12个人里有7个人不够资格议论皇帝亲政的事情。大燕律第41卷，议皇帝亲政者3品是3品以上尽管或封疆地，剩下11个人里有7个4品以下的。按律他们没有在朝会上议论此事，折子一上来我就会当场出局。12人联名变成5人联名，分量直接拦腰斩。还是你够狠。不是我狠，是太后太急了。她以前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贺先生一走，她就慌了。我这3年冷板凳总算没白坐。臣等12人恳请太后准许圣上提前亲政，以安天下。孙大人，联名之人的名单可否念一念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光禄寺少卿，从4品，无资格；红林寺琛，正5品，无资格；太仆寺母部，从6品，无资格。按大燕律第41卷第3条，议皇帝亲政者须为3品以上京官。12人联名中7人不合资格，此得无效。5人联名的碟子，请重新写后提交，按流程来。退。孙大人，你走之前看看这个。裴行舟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。我就是个坐冷板凳的翰林院士读，闲着没事写写文章解闷儿。
折子驳回，那个言官是你安排的？不是我安排的，那个人是太傅张清远的学生。张清远在南方养病之前，在御史台留了3个人，交代过说，如果有人不按规矩提参政的折子，就当堂核查。太傅这步棋埋了2年，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太傅跟先帝搭档了15年，能活到现在的人就没有蠢的。那裴行舟的文章散出去了没？散了。苏怀瑾的印方连夜印了5000份，今天上午就开始在京城各大书铺发。太后会查的，让他查。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了太后，他查什么？查边城死伤人数是不是真的？那正好，越查就越能证实那篇文章的真实性。你跟太后打了12年交道，这些弯弯绕绕你是越来越听话了。5天了，苏怀瑾的情报网在全国铺开，也没查到他的行踪。他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秦渊，我的人在南城码头接到一封信，从宫里出来的，走到暗庄，收信人是赵玉。太后这是打算强势找太傅回顾。太后要是直接下懿旨让府台出面，太傅不回来就是抗旨。南边那个府台叫什么？陈延年，永和8年的进士，2甲第7名，师承太傅张清远。不然你以为这么多地方，太傅为什么偏偏选那个地方养病？太傅的学生？等太后的懿旨到了接旨，然后告诉赵玉，太傅大人前2天出门访友去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下官现在就派人去找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脑子可真是比打仗还复杂呀！太后不傻，她迟早会发现陈延年是太傅的人，到时候换一个府台就行了。换人需要时间，吏部走流程，新人到任交接至少半个月。你在拖时间？你在等什么？等一个机会。陛下，密道那头有人递了个东西进来。礼服，太后帘后那个气息很重的人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过？陛下说的是前几天老奴陪您去慈宁宫请安那次，确实觉得帘后多了一个人，呼吸声很沉，不像是宫女嬷嬷。那个人现在不在了。陛下怎么知道？因为昨天我去慈宁宫的时候，太后帘后的空气不一样了，之前有一种压制的感觉，昨天没有了。陛下，您比老奴想的要敏锐得多。礼服，你说父皇留给我的那些东西，密道、钥匙还有你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今天？程昭这老奴说，只期待一小没人教他。先帝说，等他长大了，他会自己找到路。5年来，我坐在龙椅上听太后说话，看摄政王处理朝政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其实我什么都看在眼里。太后要的是权，摄政王要的是稳定，那我呢？我要的是什么？陛下，太后请您明日4时去慈宁宫一聚。这个节骨眼，太后单独见皇帝，一定有目的。他可能要直接跟皇帝谈亲政政的事，然后绕过朝会走私下的路子。只要皇帝自己答应了，朝会上再提就不是臣子逼迫，而是皇帝自愿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他不会答应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才11岁，心性根本就不成熟。我知道，他3年前发高烧的时候，迷糊中抓着我的手喊皇叔，那时我就知道，这孩子心里清楚，谁是真的在乎他。那如果太后逼他呢？逼是逼不了的，当着皇帝的面逼等于留把柄。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，她会用巧劲儿。比如说，程昭，你看，摄政王的权力太大了，如果你亲政就能自己做主，再也不与人听他的话。这是亲政包装成皇帝独立自主的象征，把我包装成挡在皇帝面前的障碍。那皇帝能分辨吗？光头叔叔，你的手还疼吗？不疼了，比前几天好多了。如果有一天皇帝要亲政，我会把权力交给你，但不是现在，也不是在太后的安排下。我信。皇祖母今天的气色真好。程昭长高了，去把圣佑赶，明年过完人你就12，按理说应该开始学着处理朝政了。皇祖母说的对，摄政王这些年替你掌着朝政也着实辛苦，可他毕竟不是皇帝，有些事该由你来做主了。哀家的意思是，可以先试着让你参与一些小事，比如批责、见大臣与学习，等你熟练以后再正式亲政，这样才能水到渠成。皇祖母，孙儿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。亲政之后，摄政王怎么安排？摄政王劳苦功高，自然是加封赏赐，让他歇一歇。歇一歇，是像太傅张清远那样去南边养病吗？程昭，你这是想多了。太傅是身体不好，自己主动申请去南边的，他跟摄政王不一样。皇祖母说的对，孙儿确实该学着处理朝政了。不过孙儿还小，很多事情不懂，如果做错了怎么办？有皇祖母帮你看着。那不还是皇祖母做主吗？那孙儿亲不亲政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皇祖母，孙儿回去想想，过2天给您答复。陛下，他不会放弃的。今天没说通，明天还会找别的法子。陛下应对得很好。不，刚刚我差点就直接问他3年边城那场火到底是不是他让人放的，但我忍住了。皇叔说过，我最大的武器就是太后不知道我去过摄政王府。李福，你说那个小丫头给我的真言丹吃了真的能说真话吗？奴才不敢妄言。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用。没想到皇帝小年纪还是拎得清，没被太后给绕进去。这孩子行。太后下一步会怎么走？她会换路子，不会再正面劝我，而是制造一个局面，让皇帝不得不亲政。什么局面？比如摄政王突然出事，
念念，念念，该醒了。爹爹，手在发光。念念，这不是内力，而是真气，是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沉稳浩大，像深海地下的暗流，安静但又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柳如烟，封印松了，可是不像是自己松的，而是被人打开的。他的经脉被人用外力打开了2条，而且体内还有7重封印，这是血脉中载体的成鸟保护机制。但他才3岁，正常来说第1层封印不应该这么早松动，除非有外力刺激。什么外力？你刚才做梦了吗？梦见师傅了，师傅说该醒了。苏婉在远处用某种方式触发了封印，他把力量封入血脉的时候就留了开关。他的声音，他的意念，或者某个特定的词，念念在梦里听到了那个词，封印就会开始松动。3岁孩子的经脉太细太嫩，他虽然多了2条后天打通的经脉，但也远远不够。所以苏婉只松了1点就收回去了。对，他可能是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。苏婉能远程触发封印，说明他知道这边的情况。不一定知道具体情况，但他肯定能感知到念念的状态。血脉相连和孩子之间有最天然的感应，念念有危险的时候会上次的黑衣人，念念吹骨笛照了些去，那个时候封印有反应吗？那次我在暗室炼丹，没来得及诊脉，但如果那次也有反应，那就是说苏婉在有人第1次攻陷摄政王府的时候就已经感应到了。苏婉独自一人在青山，没有武功，却在远处用尽一切办法保护念念。我要去找他。我去把人带回来。青山距离京城1400里，我2天就能到。现在你不能离开京都，还是让无名去吧。师傅说过，如果爹爹派人来，就让那个他带着大花去。大花知道他住在那棵树底下，他认识路。杀手叔叔，我师傅很瘦，走路很慢，你要背着他。师傅怕冷，你要给烤火。师傅一个人在山上很久了，你跟师傅说，爹爹很想他，念念也很想他。 2天去，2天回，最多5天。洛城来的急件，副将已经被控制了，3000精气现在全在赵铁柱手里，随时能调动。但信里还说了一件事：洛城方向有一队人马在移动，大约500人，不打旗号，昼伏夜行，方向是京城。500人。 赵铁柱的斥候跟了2天，对方行军手法十分老练，不像是普通兵卒，反而像是训练过的私兵。太后手里能动用的兵力就是禁军和城防营，禁军统领赵谦在京城走不开，城防营更不可能调出来。赵家，太后娘家赵家在北方有庄子，庄子里养了多少人，没人查过。500私兵进京，他想干什么？念念体内封印松动的事，太后不可能知道。但贺先生走了之后，太后手里没有能对付我的高手，他只能走数量。500私兵入城，加上300禁军，再加上城防营，他在调兵为辅。 动兵就是谋反，他不会挂自己的名字，他这是下了一盘大棋。先是散布流言，说摄政王府窝藏刺客，结交匪类，图谋不轨，然后以清君侧的名义，打着保护皇帝的旗号动兵。清君侧这3个字一旦喊出来，朝中7强派全部会倒向太后，没人敢在这种时候替你说话。那怎么办？500私兵7天内就能到京城，把他们拦在城外。怎么拦？城门归城防云管，城防云归太后管。城防云归皇帝，太后垂帘听政用的是皇帝的名义。 皇帝一道旨意就能调换城门守将。你要让皇帝下旨，可他才11岁，太后不会让他碰这种事情。太后不让他碰，但大燕律里没有任何一条说皇帝不能直接任命城门守将。一份手令就够了。一份手令换掉南门守将，赵家私兵从北边来，肯定要为了掩人耳目从南门进城。只要把南门守将换成我们的人，500人进不来。我这脑子，今天就把消息传给皇帝，让他明天找机会盖章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无名走了，府里少了一把刀，戊辰的神手还没好，能打的只有5天，所以我要在5天之内。 让太后知道一件事，什么事儿？她赢不了。陛下，这份手令一旦盖章，可就回不了头了。收好，走密道送出去。明天皇祖母就会知道我换了南门守将，到时他肯定会发怒，会追问，会严查。但那又怎样？你派人去找张海。 让他明天天亮之前到南门换防。张海是谁？是我的人。3年前我在禁军中安排了4个人，张海是其中之一，在禁军副尉的位置做了3年。你3年前就安排好了？先帝教我的，步棋要走，落子要准，收网要快。皇帝把南门的守将换了，是，御笔手令，印章无误，谁让他这么做的？程昭。 哀家养了你5年，你可从没主动做过任何一件事。这次换守将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有人教你这么做？去查程昭最近见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一字不落给哀家查清楚。
这帮人还真是老鼠打地洞，精得不得了。南门现在进不来，他们就改成东门了。皇帝的手令只能用一次，如果再用一次，一定会让太后察觉。东门守将赵元去年欠了我苏家商号8000两银子，到现在都没还，我去找他谈谈。不要让他倒戈，等500人到了东门，他只需要以核查身份为由拖上1天就够了。为什么是1天？1天之后，苏婉就回来了。就算苏婉回来了，太后的兵、太后的权、太后的人都在，她回来能改变什么？你手底下有多少说书先生？苏家养的茶楼里都是有说书先生的，京城内少说也有20多个。让他们从今天下午开始说一段新书《安乐郡主传》。第一回，边城大火，300户人家流离失所。第二回，摄政王北境巡防遇伏中毒，一个3岁丫头骑蛇救父。第三回，太医院张院惯办当众揭露下毒的真相。你这是要把真事编成评书？真事最好听，百姓不看奏折，不懂朝政，但他们听故事。好故事比流言跑得快。太后散布的蟒蛇、妖女、杀手都是恐惧，而我们散布的是情感。3岁女娃救爹爹，你猜百姓更愿听哪一个？干了！话说一个3岁的女娃坐在一条大蟒蛇的头上，她手里拿着骨笛，勇闯敌军营地，只为救父。那3岁女娃是福星，不是妖怪。能和大蟒蛇待在一起的人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和大蟒蛇在一起怎么了？人家是为了救父亲，不是干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你这么厉害，你怎么每天还和我这母老虎在一起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看把孩子吓的，让他笑呢。难得有件高兴的事情，我笑笑怎么了？500人已经到了东门，他们在东3里外的林子里扎营，等天亮就要进京了。这么快？他们这是提前了整整1天啊！他们没走大路，而是从山间小路绕过来的。那我现在去找赵元。我虽然欠苏家商号8000两银子，可这也不能成为我胡作非为的理由啊！我也不为难你，你只需要让那500人晚1天进城，那8000两银子的债就一笔勾销。那500人是什么人？你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，只需要以核验身份为由，让他们晚进京1天，就能不还那8000两，还能得我苏怀深的一个人情。这个买卖，你可不亏。行，还真是白捡一个大便宜。这些人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拦着他们不进京，可是我的本分。把你们的路易、货单和身份文寄给我。我们是北京赶路，没时间让你一个个的查。朝廷有令，今日排查流口，进京必须逐人核验，下官也没办法呀。我们是赵家的人，你想清楚再说。下官可不认识什么赵家，下官只认朝堂的规矩。你们要进京，就必须逐一核验。派人去给太后传信。让赵谦带200禁军去东门协助城门守将核验身份。不好了，赵谦带200禁军去东门了，太后这是要强行放那500人进城啊！赵谦到东门还有多久？半个时辰。苏怀瑾，你赶紧派人通知赵元，一定要拖住。只要等天黑，城门一关，那500人就进不来了。如果拖不住呢？拖不住就算了，就算那500私兵进京，太后也需要等一个理由才能动手。没有理由，那500人也只是摆设。他的理由不是清君侧吗？这可是早就准备好了的。清君侧是需要皇帝点头的。我今晚进宫。你疯了！太后现在巴不得你进宫，她现在手里有赵谦的300禁军，加上赵家的500私兵，你进宫不就等于送死吗？她不敢对我怎么样，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活着的摄政王，站在朝堂上主动交权，不是一个死掉的摄政王。而且杀了我，你会反，苏怀瑾会翻脸，裴兴楼的文章会满天飞，他承受不起。那你进宫干什么？我去见皇帝，有些事情需要当面说。小心点。殿下，程昭呢？奴才让他在寝殿假装睡觉，然后支走了职业太监。殿下，随奴才来。皇叔，臣见过陛下。皇叔不必行礼。皇叔你怎么来了？太后今天派赵谦去了东门，现在城里到处都是他的人。我知道，有些事情必须当面说。那你还来？程昭，你知道太后要做什么吗？皇叔终于叫我名字了，他终于承认我了。太后让我亲政，是为了把你架空，然后他通过我来管朝政，这样就比垂帘听政更名正言顺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废了我吗？因为你手里有陆将军的3000精皮，有一个京城首富苏怀瑾，还有裴行舟在朝堂上的声音，废了你，这些人都会反。他需要你活着，主动交权，才能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收拾掉。程昭，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到底想不想亲政？想，但不是现在。
也不是在他安排的方式下。我想等自己真的能做主的时候再亲政，我不要他在背后提线。你知道的，那一天可能还很远。我等得起。念念之前给了你一颗真言丹，我需要你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用它。什么场合？好。臣先走了，陛下保重。皇叔，那天在摄政王府，你说我最大的武器就是太后不知道我去过你那里，但今天你来皇宫，如果被发现，不会被发现。皇叔，那个小丫头，她下次能来宫里吗？会的，等这些事了了，我带她来看你。我从来没有在早朝会上说过一句自己想说的话，明天开始，我要说了。大花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大花！师傅，念念乖，我回来了。3年了。他娘的，这风沙真大！柳如烟，带他去室内好好看看，需要什么药，不管多贵，都从苏怀瑾库房里拿。我没事，就是累了，先说正事吧。你的身体就是最大的正事，听他的吧，路上没耽搁，他硬撑着一口气，就是为了赶回来。好，那就先说正事，所有人来书房议事。3年前那场火是尹放的，果然是他，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。不，他不是太后的人，而是先帝的人。他放火烧我，不是为了太后，而是为了我血脉里封存的东西。我的血脉里封存着一股力量，这件事只有先帝和尹知道。这股力量太强大，也太危险。尹认为它不该存在于世上，所以他想毁了我，一了百了。那你是怎么？我早就已经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，所以提前在院子下面挖了一条通往城外的地道。火起的时候，我躲进了地道。那具遗骨是我早就准备好的，一个病死女奴的尸体，我骗过了他。那你这3年，我躲进了青山，那是大燕最偏远的地方，没人会找到我。我在那里生下了念念，并将她养大。那你为何不联系王爷？我不能。尹既然能找到我一次，就能找到我第2次。我当时已经没了武功，所有的力量都封存在了念念的血脉里，我成了一个普通人。如果我联系你，只会把他引过去，到时候我们3个谁都活不了。我把所有能教的都交给了念念，刃药、下棋、玉蛇，还有那些丹药，我给他铸了一身铠甲。时机成熟后，我让他拿着玉佩下山找你，是因为我知道尹迟早会再出手，我不能再躲了。把他引到京城，引到你身边，这里有你们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那7根红绳是我做的，那股力量虽然被封存，大人还能懂有一丝。我用3年的时间，将那一丝力量编进了7根红绳里，他们会自动寻找那些与念念有缘并且心存善念的强者。我不知道他们会找到谁，但我相信他们找到的一定是能保护念念的人。鹰已经走了，他被念念的话点醒，也可能是有别的打算，暂时不会再是我们的敌人。他会回来的，他效忠的是先帝，不是太后。当他发现太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危害到大燕的根基，危害到先帝唯一的血脉时，他会做出正确选择。现在最大的敌人只剩下太后了。所以决战的地点不在摄政王府，而在朝堂。明日的大朝会就是我们和他摊牌的时候了。陆征，你今晚去一趟南门，告诉张海，让他的人换上便装，混在出城的百姓里，天亮前在城外10里坡集结。你的意思是，太后想关门打斗，那我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。苏怀瑾，你的人脉广，让你手下的说书先生今天加一场，就说先帝遗孀苏氏，贤女安乐郡主，沉冤得雪，明日将上朝面圣，气搞天下。什么？现在就把消息放出去？那太后岂不是有时间准备了？我就是要让他准备。他以为他手里有兵有朝臣，可他最大的依仗是礼义，垂帘听政，辅佐幼主，这是他的礼义。可如果他被证明是一个为了权力谋害忠良遗孀、追杀皇亲国戚的凶手了，他的礼就塌了。裴行舟，下官在。你那篇《大燕律》第41卷释义，今晚就送到所有3品以上官员的府邸上，再附上一封信，就说摄政王秦渊明日将在朝堂上请陛下亲政。摄政王，你要主动交权？对，但不是交给太后，是交给皇上。
我要让满朝文武都看清楚，练网权位的到底是谁。我要让那些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知道该往哪边倒。吴晨、吴明，明日进宫，你们2人一左一右，护着苏婉和念念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们都不能有事。阿弥陀佛。你布了3年的局，把所有人都送到了我身边，现在该我出手了。明天我们一起去了结这一切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回太后，城里的说书先生都在说那个今天下午没死，回了摄政王府，明天摄政王还要带着个小郡主上朝面圣。苏婉，他真的没死。颖呢？他不是说亲眼看着苏婉烧成了灰吗？他骗了哀家，他骗了哀家整整3年。他回来又怎么样？一个失踪了3年的女人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秦渊说是就是吗？他这是妖言惑众，扰乱朝纲。太后圣明。秦渊还放出话来，说明日要在朝堂上请陛下亲政。太后，他这是要伏地抽亲啊！他主动交权，把陛下推到台前，那我们再逼迫陛下，就成了与陛下为敌，满朝文武都不会答应的。哀家知道他想得美，他以为这样就能赢了吗？哀家经营了12年，岂是他们说翻盘就能翻盘的？赵谦，末将在。你立刻带人把皇宫的4个门全部封锁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只苍蝇也飞驰出去。明日早朝，所有官员只许进，不许出。是。你在哀家太和殿两侧的最可靠的人，只要哀家摔了杯子，你们就冲出来，把秦渊和他的同党就地格杀。太后，这可是在太和殿啊，当着文武百官和陛下的面。那又如何？到时候就秦渊挟持苏氏母女，图谋不轨，意图逼宫谋反。哀家是为了保护陛下，才不得不痛下杀手，谁敢不信？末将遵旨。还有你那500私兵，让他们今晚就换上禁军的衣服，进宫里埋伏起来，人多才压得住场面。是。太后，这么做风险太大了，万一不成，那可就是谋逆大罪呀！不这么做，难道等死吗？秦渊已经把刀架在哀家的脖子上了，哀家还能退吗？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哀家还有一张牌没打。太后指的是程昭。他毕竟是哀家养大的，也是哀家的亲孙子。只要哀家控制住他，让他亲口下旨说秦渊谋反，那哀就还是占着理的。到时候陆征那3000兵马就算进了城，也是叛军。你去把陛下请过来，就说哀家身体不适，让他过来侍疾。今天晚上他就住在慈明宫，哪儿也不许去。老奴这就去。秦渊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哀家告诉你，只要这大燕的天下还姓秦，只要皇帝还在哀家手里，你就永远赢不了。你这是拿命在赌啊！要是再晚回来半个月，你就不是回摄政王府了，而是直接进地府了。只要能看到他们父女，就算是死了，也值了。呸呸呸！说什么胡话！有我柳如烟在，你想死都难。给我好好躺着，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相信我能保护你们？不是不相信，是我怕我的出现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会让太后用来拿捏你。你一个人没有牵挂，她反而拿你没办法。你不是我的软肋，你和念念是我的铠甲。都过去了，明天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会给你和念念一个真正的家，一个再也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的家。睡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弹劾他外戚赵教家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的折子，一共7份，证据确凿，只要一上朝，就能让他们永不翻身。好，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爹爹，我们这是去打坏人吗？对，我们去把那个老妖婆打跑，以后她就再也不能欺负我们了。楠楠会保护爹爹和师傅的。我还是有些担心程昭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。放心吧，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，而且我已经把那颗真言丹的使用方法告诉他了。今天他会给太后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摄政王，太后有旨，今日早朝为安全起见，所有官员只可单人入宫，不得携带家眷。他也算家眷。王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要带2个江湖草莽入宫吗？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，本王就是规矩。秦渊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拦住他们！让他们过去。让他们过去。摄政王，你今日早朝迟到了半个时辰。是苏轼，真的是苏轼，他不是3年前就死于边城大火了吗？还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和2个江湖草烂擅闯金殿，是何道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法度？还有没有陛下？回太后，臣今日带来的并非来历不明之人，这位是先帝亲封的安平县主苏婉。3年前，他遭奸人所害，险些命丧火海，九死一生才逃出升天。今日，臣带他上殿，就是要请陛下做主，为他沉冤昭雪。一派胡言！苏轼3年前已死，人尽皆知。太后还曾下旨追封，你现在随便找个长得像的女人就说是苏轼，分明是欺君罔上。就是，此女定是假的，是摄政王找来混淆视听的。李侍郎、方郎中，你们说苏县主是假的，可有证据？这还用证据吗？他3年前就死了。你们又如何确定3年前死的就一定是真的苏县主呢？户部侍郎李翰利用职权贪没漕粮，倒卖官盐，3年间共计贪没白银37万两。这里是账本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兵部郎中方平克扣军饷，虚报兵额，倒卖军械，致使北境守军衣蔽体，食不果卧。这里是北境3位将领的联名血书。周少卿，你3年前审理的一桩冤案，将无辜之人屈打成招，害得人家破人亡。不知你是否还记得，那户人家就姓苏。够了，裴行舟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转移视线。之前是有3司会审去查，现在说的是苏轼的真假问题。秦渊，你以为废了几个官员就能证明这个女人是真的吗？你拿不出铁证就是欺君。谁说我没有铁证？一圣谷谷主沈无绝可以为我们作证，他亲手验证过我们的血脉。好一个摄政王！就算她是真的苏婉，就算这孩子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那又如何？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结党营私，排除妒忌，带兵闯宫，桩桩件件都是谋逆之罪。来人！秦渊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哀家今日就要当着文武百官和陛下的面清君侧，诛国贼！太后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是你结党营私，带兵闯宫在先。哀家这是在保护陛下，清除你这个祸乱朝纲的奸臣。陛下，你都看到了，摄政王狼子野心已经不把您放在眼里了。今日哀家就是拼了这条性命，也要为您铲除此驴。皇祖母，您说皇叔谋反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他带兵闯宫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？可朕并未看到皇叔带兵，朕只看到了皇祖母您在没有朕旨意的情况下，私自调动禁军，包围了太和殿，还将刀剑对准了朕的皇叔大燕的摄政王。陛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质疑哀家吗？哀家这么做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大燕的江山社稷呀！是为了朕，还是为了您自己？皇祖母，您说的话到底有几句是真的？李翰，你告诉陛下，哀家这些年是不是为了他殚精竭虑？是不是为了大燕呕心沥血？是啊，陛下，太后她老人家为了您日夜操劳，都清瘦了许多。您可不能听信奸臣的谗言，寒了太后的心啊！这是前几日安乐郡主送给朕的糖豆，他说吃了这个糖豆就只能说真话，不能说假话。李世来，你这么忠心？不，陛下，臣不敢。怎么，朕赏你的东西，你敢不吃？李翰，朕再问你一遍，皇祖母这些年到底是为了谁？为了他自己，他想做第2个武则天。你胡说！你竟敢污蔑哀家！来人，把他给哀家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 3年前边城那场大火，烧死了400多无辜百姓，你可知是谁主事？
是太后，她命贺先生动手，目的是烧死苏婉。她说苏婉不死，秦渊的心就永远收不回来。不是我，是他胡说，是秦渊给他喂了毒药，让他来诬陷哀家。太后，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？你告诉他们你是谁？我叫苏婉，先帝亲封的安平县主，摄政王秦渊的未婚妻子。3年前，我并非死于大火，而是遭人追杀，侥幸逃脱。追杀我的人正是太后身边的贺先生，而太后之所以要杀我，不仅仅是因为秦渊，更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他和北莽私通的证据。这是当年太后的亲弟弟镇北将军赵德写给北莽大单于的亲笔信，信中详述了我大燕在北京的兵力部署、粮草位置，甚至还有几位守将的性格弱点。而作为交换，北莽则承诺在太后需要的时候可以陈兵边境，为他造势。他不是为国捐躯。3年前，赵德根本不是战死，而是因为通敌之事败露，被我亲手斩于阵前。这是当年的军报，上面有我镇国将军府的大印。只是当时为了稳定军心，我并未公布真相，只说他是战死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太后，你输了。不，我没有输，我还有兵，我还有人。来人，给哀家杀了他们，杀了秦渊，杀了苏婉，杀了这个不孝的皇帝。谁杀了他们，哀家赏他黄金10000两，封万户侯。陛下，末将等护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我等誓死效忠陛下。赵谦，你这个废物，你的人呢？太后，别喊了。你的侄子赵谦，还有你赵家那500私兵，在进宫的路上已经被我的人拿下了。阿弥陀佛，太后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吧。成佛？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几个垫背的。陛下小心！程昭，别怕，都结束了。皇叔，陛下，您今天做得很好，您是一位真正的皇帝。程昭哥哥不哭，坏人都被我们打跑了。臣翰林院侍读学裴行舟恭请陛下亲政，重整朝纲，还我大燕一个朗朗乾坤。臣等恭请陛下亲政。程昭哥哥，你这里好大呀，比我们家大多了。是吗？那以后你常来玩好不好？我让御膳房给你做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好呀。皇叔，这是刚才裴大人他们拟定的。你觉得呢？这个陈御史虽然也曾附和过太后，但他今天在朝堂上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裴大人的。而且他的罪行也只是收了些银子，并没有害过人。我觉得可以从轻发落，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还有这个赵谦，虽然罪大恶极，但他毕竟是禁军统领，在军中还有些威望。如果直接杀了他，可能会引起军心不稳，不如将他流放3000里，永不回京。你说的很好，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。皇叔，我知道我现在还什么都不懂，这个皇帝也做得磕磕绊绊，以后朝堂上的事还要多多拜托您和几位叔叔了。程昭，你是君，我是臣，辅佐你是我的本分。你只要记住一点，做皇帝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人心，要懂得分辨是非，要永远把百姓放在第一位。只要你做到了这些，你就是一位好皇帝。我记住了。咦，那是什么呀？在发光。回家吧。回家。爹爹，你又去打坏人吗？不是打坏人，是去上班。上班是什么？就是去做事。那师傅说的挣饭吃是不是也叫上班？
你爹爹是去给皇帝哥哥帮忙。哦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师傅说今天教我写字。好。苏姑娘，该喝药了。皇叔，那个李翰还在天牢里唱歌呢，唱的还是赞美太后的曲子，被真言丹弄傻了。没傻，药效过了之后就会恢复正常。不过他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。那太后呢？你想怎么办？她毕竟是我祖母，虽然她做了很多坏事，但是小时候她也给我讲过故事，给我缝过棉袍，但她也不能再出来了。囚于慈宁宫，终身不出，这是你做皇帝后第一个决定。皇叔，念念什么时候来看我？等你把明天的折子批完。这么多折子啊！当皇帝就是这样。那皇叔能帮我看几本吗？不能，一本也不行。一本也不行，你自己的江山自己看，看不懂的可以问我。皇叔，怎么了？你跟根素仪成亲的时候，我能去吗？你是皇帝，你想去谁拦得住？那我去，我给念念带糖葫芦。爹爹，你又去打坏人吗？不是打坏人，是去上班。上班是什么？就是去做事。那师傅说的挣饭吃是不是也叫上班？你爹爹是去给皇帝哥哥帮忙。哦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师傅说今天教我写字。好。苏姑娘，该喝药了。皇叔，那个李翰还在天牢里唱歌呢，唱的还是赞美太后的曲子，被真言丹弄傻了。没傻，不过他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。那太后呢？你想怎么办？她毕竟是我祖母，虽然她做了很多坏事，但是小时候她也给我讲过故事，给我缝过棉袍，但她也不能再出来了。囚于慈宁宫，终身不出，这是你做皇帝后第一个决定。皇叔，念念什么时候来看我？等你把明天的折子批完。这么多折子啊！当皇帝就是这样。那皇叔能帮我看几本吗？不能，一本也不行。一本也不行，你自己的江山自己看，看不懂的可以问我。皇叔，怎么了？你跟根素仪成亲的时候，我能去吗？你是皇帝，你想去谁拦得住？那我去，我给念念带糖葫芦。影是那个人的最后一个弟子。3年前他来烧我的时候，出手的方式我看得很清楚，他的内力路数跟封印念念的手法是同一脉的。可是他跑了，但他会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说什么？秦渊，坐下。为什么不早说？说了又怎么样？朝堂的事没了结之前告诉你，你会分心，分了心就会出错，出了错，念念就危险了。我不能让念念有事。行，你说也能做到？能。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他在京城。那天他从围墙上跳走之后，我一直能感觉到他，他身上有那个人留下的气息，跟念念体内的力量是同源的。我虽然没有武功了，但血脉……他在什么方向？城东，不远。别去找他，因为他会自己回来。为什么？他3年前放了火，害死了400条人命。他一辈子都在替先帝办事，没替自己活过一天，他已经快撑不住了。你的意思是？他需要一个理由回来，而这个理由只有念念能给他。走吧，吃饭了。1年，我不会让你等1年。李夫，你去御膳房问问有没有糖葫芦。糖葫芦？宫里哪有那东西？那你出宫去买最大的那种，上面沾着芝麻的。爹爹，这里好大呀，比山上大好多。这是皇宫。皇宫，程差哥哥的家吗？是。
他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家，那他晚上怕不怕黑？成交哥哥，给你的，上面有芝麻的那种。好甜。王爷，陛下这2天精神好了很多，批折子虽然累，但比以前高兴多了。李福，先帝留给你的密道钥匙还有几把？就1把，先帝说够了，再配1把，以后给程昭自己拿着。老奴明白。雾尘叔叔是谁？就是光头叔叔呀，他打了一个很厉害的坏人，把手打坏了。那个很厉害的坏人就是贺先生。不过他不是坏人，他是一个很难过的人。师傅说难过久了就分不清对错了。那他现在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但他会回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还没哭完嘛。程昭哥哥，你以后别一个人了好不好？好。见过主上。去城东挨街挨巷的找一个脸上有疤、穿灰白衣服的中年人，找到了不要靠近，回来报信。是。你下次来的时候，能不能把那条大花也带来？我想看看它。好呀，它就在这里呢。蛇！没事，退下。大花乖，别吓程昭哥哥。下次你提前说一声。有人来了。谁？巴巴叔叔。我该做的事做完了。什么事呀？先帝让我记得太后12年来所有事，一件不落，全在这里面。先帝说看着他，但不是替他瞒着，是替程昭留着，等程昭长大了给程昭看。3年前的火呢，苏婉的事也是先帝安排的，不是，那是我自己的判断。我怕苏婉体内的力量引发天下大乱，以为烧了就一了百了，搞错了，400条人命。我知道，我记着每一个。巴巴叔叔，你是不是哭完了？没。那你继续哭吧，哭完了就不难过了，师傅说的。让他进来。坐。不说那些，我找你来不是听你赎罪的。我的丹田空了，你会还原术。你怎么知道我会？你是师祖的最后一个弟子。你女儿得配合，她体内的7重封印是自保机制，外人碰了会反弹。她不会反抗你的，你身上有师祖的气息，封印任你。我欠你的。你欠的不是我，你欠的是那400条人命。做完这件事之后，你去北境处理赵德旧部，处理完回来给程昭当护卫。好。念念，进来。巴巴叔叔，你的手好暖呀。种子种下了，丹体里有了根基。还原术可以继续推进，只要按时服药运功，半年之内可恢复5成。5成够了。够不够不是你说了算。做完了。北京的事，你什么时候去？明天。太急了，歇2天再走。不能等。赵德的旧部要是闹起来，陆将军的精气得调去北边，京城就空了。我去把事情了了，他就不用分心。师父病倒了。他多大年纪了？67。他把凤尾参和千年冰蕊都给了你，那是他保命排毒的药材。我立马安排人去找凤尾参和千年冰蕊。凤尾参在南郡深山，千年冰蕊在北境雪线之上，都不是短时间能找到的，而且品质够好的，几年都未必能碰上1颗。钱不是问题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时间。你回青兰山照顾你师傅，苏婉这边有隐微种下的根基，药方留下几颗。可是里面是洗髓丹剩余的药材，不多，但有几味跟沈无灸的排毒方有重合，这些你带走。拿着，凤尾参和千年冰蕊，我继续让人找，找到了直接送青兰山。
耀耀姐姐要走啦。姐姐的师傅生病了，姐姐得回去照顾他。给你的师傅吃，师傅说绿色的最厉害，给最需要的人。别哭了，耀耀姐姐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他把绿色的丹药给了柳如烟。那颗丹药叫续命丹，用的是我最后一丝力量，练了整整2年，本来是留给念念保命用的。你不心疼？他比我想的更好。翻跟头。程昭下了第1道圣旨。这孩子，他自己想的。3年前那场火，烧掉了400多条人命，我逃出来了，但那些人没有。你不用。我知道不是我的错，但如果不是我的血脉引来了野，那场火就不会发生。你也要记住一件事，你活着回来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师傅好好看，你也好看。皇叔、苏姨，不用太惊讶，朕来给皇叔道贺。念念的糖葫芦我也带了，程昭哥哥，上面沾了芝麻的。爹爹，你拉师傅的手啦！吉时到了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程昭哥哥，你看，大人好奇怪，弯个腰有什么好哭的？赵德旧部300余人已全部缴械，首领陈戈巨降死于阵前，余部120人愿归降，已交由当地守将看管。另查获赵德通敌信函原件37封，替我给那个孩子带句话，他说的对，哭完了就不难过了。300多人的旧部，他一个人就收拾了。他的实力远不止于此。你要让他回来给皇帝当护卫。先帝的人回到先帝的儿子身边，天经地义。唉，睡不着。今天的药换了方子，更苦了。早点好起来，我就能把今晚的洞房花烛补上了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把他教得太好了，好到他连保命的东西都舍得给别人。这不好吗？好也不好，好在他心里有别人，不好在他心里没有自己。那以后就换我们替他想自己。你母亲的师傅到底是谁？你们真想知道？他没有名字，或者说他的名字被抹掉了。20年前他死的时候，下令把所有跟他有关的记录全部销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留下的力量太大了，大到足以改变天下。他怕有人为了争夺这股力量而生灵涂炭，所以把力量封入血脉，传给了我的母亲，然后抹掉了自己的一切痕迹。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大燕的开国太师。120年前，大燕立国，太祖皇帝身边有一个人，他一个人的力量顶得上千军万马，世人称他为太师。一个是影，一个是我的母亲。然后他把全部修为灌入我母亲的血脉后，自行作杀。他活了120年，念念体内封着的就是这股力量。对，传了2代，从我母亲到我，又从我到念念。那念念长大以后，力量是力量，人是人，用这股力量是来救人还是杀人，取决于人本身。师父病情已稳，续命丹服下后当夜退烧，3日后便能下床行走。师父醒来第一句话问的是念念，他说欠念念一盘棋，等身体好了再下。师父让我转告王爷，那个人不止一个弟子，还有事要面禀，待师父恢复后同回京城。顾晨叔叔，你看我写的月字好不好看？歪了一点。你看，他已经决定了。巴巴叔叔，你今天就要走了吗？去给程哲哥哥当保镖。
算是。那你能不能帮我带话给他？说。你教他的？没有，他自己想的。3岁的孩子心里装的事儿比我们这些大人还多。你进了宫，就在皇帝身边了。王爷，我走了。别跪，进宫以后，你只听程昭一个人的话。他年纪小，有些事拿不准，或许会来问我，但最终拍板的必须是他。你在他身边看着就好，不要替他做决定，也不要干涉他的判断。属下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沈无咎说过，那个人不止一个弟子，你是一个，苏婉的母亲是一个，还有没有第3个？我不确定。师父收我的时候，我才12岁，他身边来往过不少人，但他临终前只提了我和苏婉母亲2个人的名字。有一个人我见过一次，师父作画前3天，有个年轻人来过山上，待了半天就走了。我没看清他的脸，只记得他身量不高，走路没有声音，十分隐蔽。师父送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该来。”